Hi everyone, this is Irene Ling Ling, and I have a very exciting news. I would like to let you know is I'm going back to Taiwan. 就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是在2023年的9月就来到英国念1年的硕士。我目前人还待在英国，那我终于要回台湾一趟了，只是回台湾只有短短的2周的时间，因为我还会再回来到英国。所以我是去年的12月毕业，然后就开始了我在英国闯荡的职涯之旅。其实我觉得从短短的就是9月把英国硕士的毕业论文交出去，一直到现在是3月的时间，短短的半年多，其实发生了还蛮多事情。那包含就其实一开始就是来英国念硕士，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说，就是想要留在英国，然后工作。只是往往现实跟期望真的是会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其实像我自己本身身边的朋友，大概有70%全都回去了。那回去的话，不管是回台湾，或是也有中国的朋友回去，然后甚至墨西哥、新加坡、西班牙等等，就是非常非常多，很多都回去了。简单的就是概述一下目前英国的求职概况。那相信跳进这个苦海中求职的人，想必都知道，其实英国找工作真的非常的困难，完全不容易。那我觉得真的是在短短半年，我的工作职涯真的是完全跳脱了，就是我以往的不管是经历或是专业。因为我在台湾其实从学生时期一直到毕业后，然后大学毕业新鲜人工作的求职路程，其实老实说算是非常的顺遂顺利。大学期间就进入新创公司，然后做行销 BD， 然后毕业后，然后又进建设公司做土地开发，然后到了我非常的理想、梦寐以求的百货商场行业，然后做品牌招商、商场规划。我其实在台湾工作已经有4年多的经验，然后来到英国留学，硕士是念 supply chain 供应链管理。那我觉得在英国求职的过程，真的深深的能感受到不容易跟碰壁，真的是在一毕业后就开始经历了非常多。那我其实一路上以来一直都有工作，只是尝试的工作内容就是非常的跳动，很不一样。那我在毕业论文快要交完毕之后，是有面试上一间欧洲全远近的流行品牌的电商行销的一个角色。那做了一做，就发现说，远距工作听起来很美好，可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就觉得没有什么就是参与感跟一个就是归属感，所以我就非常的乐观，然后就直接就提辞职，就是第一次就是裸辞，就是发生在英国。然后裸辞之后，我才真的感觉到，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还蛮有自信的，想说，本身有工作经验，然后又有硕士学位，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呢？结果真的就是找不到。我听了很多身边成功留下来的朋友的建议，其实基本上都大同小异，就是说跟我说你的期望太高了啦。我们现在本来就是一个有点像外来者的角色嘛，就是来到英国，然后跟当地的工作者，不管是除了拼能力也好，其实也是在跟他们就是比语言能力。那当然，就是以语言文化这块，一定是完全没办法比拟的。英国现在的经济又比较紧缩的状态，其实在 international student 这样子的 international graduate 这样的角色，其实当然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从原本的比较高傲，就是比较有骄傲那一种的姿态，其实后来到了11月，就是真的是前烧光2个月都没有找到工作后，就真的是开始放得很低，想说，好吧，那我就是从身边有朋友介绍的机会就开始，我就是进入了美甲业，然后当了光疗美甲师，那真的是非常的跳动，因为我以前是完全没有，我以前的就是我都是做就是都是办公室，然后或是跑业务这种，完全没有接触这种就比较艺术相关的嘛。那做着竟然也产生出兴趣来。那其实我觉得英国求职的状态是这样，就是你从硬着头皮一直想要找到你理想的工作，其实有80%的人真的都是没有那么理想的。那找工作其实它是一个心理长期战，也就是如果当你丢出了很多就是求职信，然后马上就是收到的拒信真的是几乎每一个都拒的话，你的信心会越来越低落。那再加上就是我们又是在一个就是异地的地方，其实那个信心跟
真的会会削弱的非常的明显。所以呢，我后来也是，就是我后来真的是觉得说，当你心情变好的时候，你才会开始又发挥你的潜力特质，然后热情跟动力，让你再继续下一步。我的心情状态开始变得比较好，真的就是从我去美甲业，然后学习当就是光疗美甲师开始，然后心情好的时候，然后有动力，然后也开始想说就是也开始就是去分析自己的一些能力跟不熟悉的地方，然后去精进自己，不管是学习像 thinking 的 learning 啊，然后或是参加一些就是 workshop 讲座这些。到了12月的时候，就又收到就是面试的通知，是一个就是行销跟业务拓展机会。那当时其实还蛮开心的，然后在面试的过程也还蛮顺利，结果还真的就顺利拿到 offer。所以我12月就非常开心的去放了一个圣诞节假期，然后1月初去报道。1月初报道的第一天以及第一周，我才真的是觉得，哇，英国真的是什么工作都会出现，而且真的是非常难以想象。我印象到那个工作，他们在就是面试以及对谈的过程中，都是讲的非常的就是理想啊，然后就是说他会就是公司会给你很多的 business trips 这样的机会。然后也会有很多的公司聚会啊，然后员工聚餐、party 派对什么什么。结果呢，没想到这个工作它是一个完全没有底薪，是一个 commission based，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业绩奖金制嘛。而且这个就是工作内容，它不是行销，不是他们所说的是 marketing 或 sales 这样的工作内容，而是去 door to door sales，也就是敲门去推销卖产品。那这个我做了第一天，那时候我真的是到现在还非常的深刻。就我因为那时候新宝的天气还蛮冷，已经零下5度。那工作的时间是从下午的1点，然后一直到晚上9点多。那我真的是在雪地里去敲门，然后找客户、找客人、找客源，然后一回到家真的是完全就是重感冒。然后当时我一回到家，其实我的心情是非常五味杂陈。第一个是我很明确的知道，就是这个工作完全不是我想要，也不是我喜欢的。那第二个心情是，可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因为当时就是需要一份工作。可是，所以我后来就是，但我后来还是在跟就是其他不管是有人，然后我甚至还问了 Perplexity 的 AI GPT，然后都跟我讲是，这个不值得，就是不值得我的时间以及精力去投入这样子一个工作，所以我就辞掉了。那一路上其实还是持续在面试，现在啊，终于进入到我喜欢以及擅长的行业，就是零售业。那我一面试上收到 offer 之后，我就马上就订机票，因为是大公司，所以其实在面谈的时候就有跟他说，就是我2月底报到之后，可是我3月中会需要请2周的假期，那他们也很爽快就同意了，所以我整个心情就真的是放心很多，然后而且准备要打包行李回台湾，回我的家。另外还有一件是，我跟在这边遇到的有人准备要经营自己的品牌线，那会发展电商，也就是我的身份不只是一个就是工作者，我终于又有了就是我最喜欢的工作形态，就是当一个斜杠业务的角色。那现在因为一切都还在就是非常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所以希望再给我们一点时间，然后马上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不只是英国就是求职有多难，那要怎么找到工作，或是英国的生活如何，还可以跟大家分享是英国开公司这件事。如果你是有就是觉得自己是有一些就是创意，或是自己是有产品是可以在是有市场销售的，那我的 Small Business Blog 就等着你来追踪的哦。这支影片要跟就是镜头前的你们说，不用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可是我反而觉得是你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件事很重要。在还没有达到一个我们所谓的成就或是任务之前，反而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你才有门路去找，不管是朋友或是管道去解决你的目前生活碰到的困难或问题。英国现在的状况下，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的目的是来英国念书，就是念硕士1年之后，然后想要留在英国工作的话，那我真的会
给你的建议就是你的职涯之路从你一来到英国学校报道的时候就要开始铺路了。那我说的并不是说你一来就是开始要每天都是一直在狂投 CV 赶履历，然后去面试求职，而是你来到英国你要懂得去就是推销自己，不管是跟公司企业的员工也好，或是甚至只是跟身边的朋友，然后跟学校老师，因为在英国真的找到工作有一半以上全部都是需要靠 reference。那所谓 reference 就是公司内部的引荐，或是身边朋友的引荐。那包含我有几个工作也是靠这样子的门路去拿到的。所以就是英国真的是说就是出外靠朋友，然后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再来下一个建议就是，你在这边交的朋友，如果也是跟你一样，就是想要留下来的话，这样子更好。因为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在这里很容易被就是身边的一些外界或外在因素或是士气这方面所影响。如果你身边的朋友都是好像就是适应的上来，然后也在英国有开始有慢慢好转，然后找到工作，从 part time 然后一直到就是 full time hours 这样的工作时数的话，那其实这些人他们能给你的一些力量，我觉得是很强大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不用去跟别人比较，也不用去一直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生活是自己在过的，而且人生只有一次，所以想要做什么就去做吧，不用再一直弄脑筋就是非常有逻辑理性的去分享。我觉得慢慢的一步一步做，一步一步走，或许会比你紧的缜密规划来得好很多。那大家我们下次见。